现在多肉植物越来越受欢迎，养多肉的朋友也越来越多。但是很多新手因为缺乏养殖经验，养护过程中多肉出现一些问题，总是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有的则是因为养护不当，导致多肉的状态不好，甚至死亡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今天花花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养多肉常见的几个误区，希望可以帮助新手朋友养好多肉。1、浇水通风问题。新入坑的肉友在浇水问题上最容易犯错，有些肉友觉得给多肉多浇水，这样多肉才长得快，或者才不容易被干死。其实多肉的浇水和我们平常养殖其他花卉植物是不一样的。多肉植物绝大多数不喜水，它们大部分都是原本生长在沙漠地区的，是比较耐干旱的，有时候甚至隔1-2个月不浇水也能存活。因此应该怎么浇呢？最好先观察肉的叶子，什么时候等到它最下面2层的叶子开始变软发皱的时候，就可以浇一次透水了，这样浇水既不会频繁，也不会让肉过度缺水。说到这，可能又有花友问了，为什么这样浇水，多肉还是有的会化水，有的会黑腐，有的会烂根？其实这就是通风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给多肉通风不好的话，多肉盆里的水分不容易挥发，会一直保持湿润的土壤环境，会让多肉出现烂根、黑腐、化水等问题。所以多肉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，我们都要保持多肉的通风。2、选错品种，换盆草率。刚养多肉时，很多肉迷完全忽略了多肉的生长习性，光凭其美观可人，在冬季购买夏季种植的多肉，在夏季反而购买冬季种植的多肉，结果导致多肉季节性气候的不适宜而生长坏死。因此，新手一定要辨别多肉的养殖季节，买对品种。除此之外，新手肉友还喜欢根据自己喜好给多肉换盆，结果导致多肉枯萎而死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多肉每换一次盆都要重新稳固生根，频繁换盆只会导致多肉无法及时从外界吸收生长所需的养分，所以切忌根据一时兴起随时换盆。而且就算多肉到了要换盆的时间，很多肉友在换盆时从来不修根，或者修根后从来不晾干，觉得晾不晾根都没有关系，结果导致多肉长得慢，甚至烂根。所以我们在换盆时要把干瘪、腐烂的根须剪掉，并且一定要等切口彻底晾干后，再朝土栽种到新的盆中。因为晾干后可以让受伤的根系愈合伤口，减少被感染的机会，可以让多肉缩短浮盆时间，更快的出新根。另外，也不要认为多肉上盆之后没精神就是缺水，我们可以不用管它，多肉会自己缓过来的，千万这时候不要浇水。上盆等1周左右，我们再给多肉浇水，这样多肉才能在新环境中蓬勃生长，一旦浮盆，长势迅速。3、过量施肥。如果你是新手或是刚入坑的话，养多肉的时候，花花建议你先不要给多肉施肥。不少肉友走进了这样的一个误区，就是发现别人养的多肉都是肉嘟嘟的，自己养的却是又绿又瘦，就认为是因为缺少肥料，于是大量给肉施以重肥，结果导致多肉因过于肥沃的环境而根部坏死。其实多肉并不是喜肥植物，它的肥料往往来源于根部控水而出，所以过度施肥只会使结果适得其反。新手肉友要注意，不能盲目给多肉施肥。4、盲目的效仿。新手养多肉总爱学大神，听说多晒太阳能上色，急忙把家里的多肉搬到南阳台，结果环境变得太突然，多肉就爱死翘翘。如果多肉之前的养护环境暗，就不能突然让它暴晒，要一点点增加光照强度，让它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，不能操之过急。另外到了冬季，很多肉友为了能让多肉快速上色，也会盲目挑战多肉的生理极限，一个不注意就容易冻伤冻死，往往得不偿失。其实上色的关键不在于低温，而是在于多光照和大温差，白天多晒太阳，给它2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，晚上降温至10摄氏度左右即可。另外也要提醒一下，有一些多肉植物是有毒的，就比如大戟科多肉，常见的有蓬珊瑚、光棍树、虎刺梅等。其中虎刺梅由于花色艳丽深受人们喜爱，而它也是最容易伤到人的。
因此养这些多肉植物的时候要小心，要避免碰触。5. 易犯错误。第一，任其开花。多肉开花很常见，好多人也任其绽放，但是多肉开花会消耗大量的养分。如果你养的多肉状态差，那么开花就一定要剪。像瓦松、长生草、黑法师、山地玫瑰等，看到它们开花，最好剪掉。多肉状态差的，花剑也不能留。第二，乱用杀虫剂。很多肉友发现自己的多肉长了虫子，就随便用杀虫剂杀虫，最后不仅驱虫失败，反而杀死了心爱的多肉。第三，盲目修枝。修枝是使多肉生长出侧芽、扩大生长的方法之一，使其出现爆头的壮美景象。但是多肉也会因此而留疤，尤其是夏天，给多肉修枝会导致多肉病菌感染，可能导致多肉从头部开始腐烂变黑，彻底没救了。所以新手不要随意给多肉修枝。总结，养多肉怕穷折腾，更怕瞎折腾，尤其是新入坑的肉友，还没了解清楚多肉的养护知识，就胡乱买，按照商家的种植说明，把多肉土里，拿着养花的方法养多肉，结果不是土长，就是烂根，一死一大片。而且我们在刚入手时，它的状态不好，我们也不要心急，要耐心的等待它的生长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新手养多肉前期还是比较困难的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